再这样下去，不出100年，我等必将圣魂崩碎。届时，圣兽一脉便真的要走向衰亡了。有东西来了！这是哪儿？魔族呢？魔族大军不见了，血雾不见了，同门也不见了。我这是摔哪儿来了？那是万年来从未出现过，只存在于古老传承记忆中的图腾。人族御兽师。这5尊巨兽看着我，没有杀意，反而透着狂热。这眼神怎么像恶汉看到烧鸡？他们身上这些伤不是普通肉身伤，缺了半截死气沉沉的青色龙角，不敢落地，微微扭曲的白虎右爪，羽翼焦黑，鲜活衰弱的像病鸡的红色巨鸟，龟甲布满裂纹，气息虚浮的黑龟，还有那头毛发干枯，几乎感觉不到生机的麒麟。这5个家伙根本不是巅峰大妖。你们看起来威风凛凛的，怎么一个个的全都是病号？你刚才用的可是人族御兽师的契约法则，你能治好我们？万兽同心器确实有修复灵兽神魂、疏通血脉的功效，但前提是必须缔结契约。契约之力会在你我神魂之间搭建桥梁，以我的神魂为炉土，替你们洗炼本源病气，而且必须是你们完全自愿，不能有丝毫抗拒。放肆！哼！你区区一个蝼蚁般的人族，竟然妄想让本座与你缔结契约，这和痴人说梦、妄图奴役神明有什么区别？就是，我们可是圣兽，就算神魂俱灭，也绝不会成为卑鄙人族的灵宠。不签就不签呗，急什么？我只是个提议，大不了我原路返回，我还急着回战场找我的灵宠呢。我的吞天马可比你们听话多了。都闭嘴！白虎、朱雀，如果不缔结这所谓的契约，再过100年，我们5个的圣魂就会彻底崩碎。与其抱着圣兽的骄傲去死，不如活下去。只要活着，我族才有未来。人族，我相信你。我东方青龙愿与你缔结临时契约。万兽同心器，起！这绝不是普通的灵兽。若非万兽同心器护主，我的灵魂会在瞬间被撑爆。生机！我的木雷本源竟然真的复苏！仅仅恢复1成，却让他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我在魔族战场耗尽的灵力，竟瞬间暴涨。人族御兽师真的是这片天地留给圣兽一族的一线生机。放开心神，不要反抗。若有半点强迫与奴役之意，
你大可直接震碎这道契约。这股力量无比狂暴，却没有伤我。竟然真的有效！临时契约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你们的圣魂病变太久，已经伤及根本，必须找到与你们本源相匹配的圣魂灵物作为药头。圣兽大陆灵气狂暴，恐怕找不到。既然圣兽大陆没有，那便去你所在的人族大陆。去玄灵大陆？我的吞天蟒、紫焰狂狮、幽冥豹都在掩护大军撤退的最后关头与我失散。你现在有我们，别得意忘形，只是临时的。别自作多情了，人族，本座借你疗伤罢了。明明感激的要命，却偏要死鸭子嘴硬。行，都听你们的了。不过，你们打算就这么回去？就你们这体型，这威压，一出现就会引发人妖两族的战争。言之有理。为了隐藏身份，避开仇敌和觊觎者，我们必须伪装。这就是你们的伪装？本座不是蛇，是龙的脸息形态。看什么看？本座这叫反璞归真！再敢用那种看野鸡的眼神看本座，本座烧光你的头发！算了，废宠就废宠吧。好歹能喘气。竟然是老大招，不是闭口！抓紧时间，我得赶紧回宗门看看情况。魔族的杂碎们，我沈耀没死。玉兽宗，我回来了。都别乱动，光照撑不了多久。喵的，你们人族大陆的空间通道就这么脆弱吗？要是本座俺爪没受伤，一爪子就能把这破虚空挠平。白虎祖宗，你再挠一下，我们就一起被虚空切成肉末了。你这只蠢猫别乱动，你踩到本座为语了。九天神鸟，我星子都比不过凡人厨房造狼，你找死一点儿，别急。这种时候你还能睡着？都安静些，此处极不稳定，若引来时空风暴，我们或许还能再撑一撑。这人小子的肉质深，怕是要瞬间化为齑粉。谢谢提醒，但你可以不用说的这么详细。到了，各位祖宗，省点力气，撞过去！回来了。在这种地方也能孕育出你这样的御兽师？灵气虽稀薄，但胜在中正平和，适合万物生长。
管他灵气如何，只要能找到恢复本座涅槃清火的灵物就行。停！祖宗，这里不是圣兽大陆，你一口下去烤草开花，别人看见我怎么解释？我只是饿了，饿也不能随地显圣。各位，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玄灵大陆，有几点规矩我必须提前说清楚。首先，称呼要改，为了不引人怀疑，我给你们想了几个符合现在气质的名字。青龙，以后你就叫小青；白虎，你叫小白；朱雀，你现在这个样子，就叫小红吧。玄武叫小黑，麒麟叫小黄。人族，你再叫本座一声小白试试，本座现在就火焰了你！什么小红？你全村都是小红，本座乃九天神鸟，你竟敢用这么土的名字侮辱我！本座拒绝这个称呼。小黑听起来像门口看家的狗。小黄是因为我黄吗？不是，我是为了亲切。本座看你是为了找死。入乡随俗懂不懂？这叫伪装。你们见过哪家正经御兽师管自己肩膀上的猫叫白虎圣尊？那不是明摆着告诉别人有问题吗？本座不是猫，现在是。你再说一遍。你现在是一只长得比较凶的猫。行，折中一下。青龙叫青离，玄武叫玄尘，麒麟叫瑞麟。坎坷。玄尘能睡吗？能。我喜欢瑞麟。至于你们俩，白虎叫白进，朱雀叫赤渊，这个够体面了吧？勉强。赤渊倒还配得上本座几分风采。很好，第一条通过。既然是普通灵宠，就要有普通灵宠的样子。白印，你作为一只猫，平时要学会收敛杀气。本座生来就是杀伐之主，收敛不了。那至少别一眼看过去像要灭人满门。凡人不配指使本座。你现在是猫，最好能叫两声听听。叫，就像普通猫那样，喵一声。喵。算了，你以后还是当哑巴猫吧。哼。赤渊，你现在是普通火系鸟宠，不能随便喷火，也不能动不动自称九天神鸟。本座本来就是九天神鸟，现在不是。本座哪怕只剩一根羽毛，也是九天神鸟。凡鸟确实差不多。闭嘴！很好，保持这个水平。这是侮辱！这是安全。青离，你最省心，你就伪装成青玉手环，平时别说话，也别释放龙威。可以。玄尘，你继续睡。好。瑞麟，你最大的问题是走到哪开花。接下来，在我允许随便让草木复苏。那我饿了怎么办？吃普通草。吃完它会开花。那你少吃点。我尽量。走吧，回宗门。这条路是宗门万门弟子巡山必经之路。奇怪，平日里一天有10几拨人巡逻，怎么会荒废成这样？灵药园发生了什么事？魔族大军若真的打到玄灵大陆，也不至于让这片土地荒芜到这种程度。石墙上的青苔和岁月痕迹，绝不是短时间能形成的。快，别让那畜生跑了！这是今天唯一的收获。若是丢了，回宗门交不了差，管事非扒了我们的皮不可。这畜生受伤了，跑不远啊！喂，小子，算你识相，替大爷们拦住了猎物，赶紧滚开！这狼是我们天剑宗外门看上的。天剑宗，你们天剑宗的人，敢在御兽宗的地盘上狩猎？御兽宗的地盘，这小子脑子有病吧？山里捡来的疯子，竟然还知道御兽宗？小子，你是从哪个山沟沟里刚闭关出来的老古董？什么御兽宗的地盘？这里早就是无主之地了！胡说八道！御兽宗乃玄灵大陆第一大宗，万兽山脉方圆万里皆是宗门领地，何时沦为无主之地？第一大宗？你现在还真以为是1000年前啊？装什么疯卖什么傻！你说什么？什么1000年前？那御兽宗精锐尽丧，那个号称千年第一天骄的陈什么玩意儿，也死在时空缝隙里了。从那以后，御兽宗传承断代，连只像样的3阶灵兽都拿不出来。
还第一大宗，简直笑死人了！告诉你们小子，就在今天，我们天剑宗少宗主已经带人去御兽宗山门了。沈耀终于明白，为什么熟悉的森林如此破败，为什么灵药园化为荒芜。那些石墙和青苔不是战火刚过，而是岁月已经流淌太久。他在暗无天日的时空缝隙里，以为自己只是停留了一瞬，可对玄灵大陆来说，却已经过去整整1000年。喂，小子，听傻了，赶紧滚！你刚才说，你们少宗主去哪儿了？怎么，你还想去送死？要杀？先问路。那就先不吃。他们身上有宗门气息，顺着找过去即可。带路。你说什么？带我去御兽宗山门。这疯子还真想去。行啊，想死就带你去，正好让少宗主看看，又有个御兽宗余族送上门了。聒噪。你刚才说，你们少宗主去哪儿了？去了主峰，少宗主带了执法堂长老去了御兽宗主峰的祖师殿，说是今天御兽宗若再不交出后山最后一条灵矿的开采权，就踏平御兽宗主峰山门。踏平山门。1000年前，御兽宗鼎盛之时，万兽来朝。莫说区天剑宗，就算是中州圣地之主来到万兽山脉，也要在山门外地上拜贤，徒步走完9900级问道梯，才敢进入主峰。走！你到底是什么人？一个回家的人。1000年过去了，旧人或许不在，山门或许破败，可御兽宗还有一个人回来了。灵兽洗剑池，1000年前，这里泉水丁丁，灵气氤氲，池中常年盘踞这成百上千条1阶玉髓蛟，用来给宗门灵兽淬体。这里怎么会变成这样？1000年前，每日清晨，数以万计的弟子会在这里与灵宠共同修炼。灵兽奔腾，弟子吼声震天，128根盘龙柱终年灵光不灭。1000年，我只是……小子，稳住心神，万兽同心气，讲究心神相通。你的愤怒、悲伤和绝望正在通过契约传递给我们，这无异于解决任何事情。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不就是宗门败落了吗？谁踩了你的宗门，把他们的宗门连根拔起就是了，几巴掌的事。哼，就是。本座虽然心火未复，但烧死几个嚣张剑修还是绰绰有余的。别像死了全宗一样晦气。深呼吸，生气，伤肝。多谢，这是我的宗门，我的家，谁弄乱了我的家，我就要谁拿命来填。这话顺耳。1000年前，这条山道由整块玄武岩雕成，高达100丈的山门上镶嵌99颗碧晨珠与巨灵阵眼，终年灵光闪烁，气象万千。我回来了。陆老头，别给脸不要脸！你们御兽宗的底蕴就剩这头蠢笨犀牛了吗？你休要欺人太甚！那条后山灵矿是我们御兽宗最后一条灵脉，是这几十个弟子活下去的唯一指望。
你们天剑宗这些年已经抢走我们18座灵山，3处要源，如今连这最后根基也要拔除吗？千年前你玉兽宗或许威风过，可现在你们连一只像样的灵宠都拿不出，战派也是暴臣暴天物。本少今日来是给你们下最后通牒。不要！我不过离开了一会儿，谁给你们的狗胆，敢在我的宗门里让我玉兽宗的弟子跪下？你是什么东西，也敢插手我天剑宗办事？哼！师兄，陆长老，您叫他什么？师兄，真的是你，逍遥。师兄，你终于回来了！装神弄鬼，拦住他！起来！谁伤的他？是本少主又如何？好，现在可以杀了吗？留口气，麻烦。刚才那道剑气，身上竟然没有半点灵力波动。你是何人？敢管我天剑宗的闲事？你活腻了吗？宗主，你怎么了？1000年了，整整1000年了！师兄，你终于回来了！庄主叫他什么？师兄，这怎么可能？宗主已经100-200多岁了，这人看上去才20岁出头。难道他是1000年前传说中的那位？这老东西是不是被打疯了？快看那小子带的灵宠，一只睡觉的白猫，一个跑来充大能。陆逍遥，你连这等不知廉耻的戏码都演得出来？随便找个野小子来冒充1000年前的死人，你当本少主是3岁小孩吗？逍遥，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样子？小子，我不管你是谁，现在立刻给我滚开！老东西，我的耐心已经彻底耗尽了，交出灵矿镇土地契，全宗下跪磕头，否则鸡犬不留！师兄，你快走，带着清河他们从后山密道逃走。我这把老骨头，今天就算是自爆元婴残核，也要拦住这群畜生！闭嘴！照顾好宗主。刚才你是不是打伤了这头犀牛？是又如何？一头连给我试剑都不碰的蠢笨畜生罢了。怎么，你这所谓的1000年前的师兄，要替他报仇？好，很好。小白，别睡了。
全不受控制了。那只猫，你们看那只白猫的眼睛。小白轻点，别把祖师殿的石板彻底掀起来了。这不可能！这到底是什么怪物？绝不是人间的力量！前辈饶命，少校饶命啊！刚才你是不是说要让我玉兽宗全宗下跪？我错了，是我杀了狗眼，灵矿我们不要了，全还给你们，求你留我一条狗命吧！杀一个区区筑基期的叶寒舟，犹如捏死一只蚂蚁般轻而易举。那玉兽宗失去的不仅仅是资源，我要借他的嘴，让整个玄灵大陆重新记起玉兽宗不可辱。滚回去，告诉你们天剑宗宗主，3日之内把你们这1000年来从我玉兽宗抢走的18座灵山3处要员，连本带利、仔仔细细的交接清楚。若是少了一株灵草，或是少了一块灵石，我沈耀会亲自登门，去你们天剑宗的主峰凌霄宝殿上，和你们全宗上下好好讲讲道理。是，晚辈记住了。3日之内，天剑宗必然如数奉还。带着你的人，滚！宗主，这位前辈，他真的是您的师兄，是我们玉兽宗典籍里那位传说中的沈耀祖师。没错，这就是师兄的无上手段，这才是我们玉兽宗真正的御兽之道。玉兽宗第172代宗主陆逍遥，携全宗仅存之48名血脉弟子，恭迎天骄师兄重展宗门。恭迎祖师重展宗门！都起来吧，这些年苦了你们了。这万寿山脉1000年来丢掉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条灵脉，我都会带着你们一寸寸的全部拿回来。小子，别高兴得太早了。刚才白虎强行动用了一丝真身本源之力，虽然动静压制得很好，但还是引起了这片下界天地规则的震荡。那些潜藏在暗处的高阶修士绝对会有所察觉，而且这万寿山脉极深处的地底结界中，似乎藏着一只让我们极其讨厌的老对手的气息。师兄，铁甲他为了护我，他快不行了。宗门里最后一颗护心丹，上个月就已经用完了。别哭，我玉兽宗的灵宠，只要我沈耀站在这里，阎王爷都收不走。天哪，那么重的本源伤势，
竟然直接在10几个呼吸里彻底愈合了！这到底是什么品阶的治愈术？不需要任何高阶丹药，凭空就能捏造如此恐怖的生机！我在宗门藏经阁的所有残缺古籍里，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神乎其技的御兽神术。这是万兽同心器，1000年前师兄您名震天下的核心功法，它没有失传，它竟然真的没有失传啊！没错，这正是我们御兽宗真正的立宗根本——万兽同心器。从明日起，全宗上下所有弟子随我重修此法，我要让整个玄灵大陆重新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御兽之道。祖师法旨，弟子谨遵祖师法旨。逍遥，随我进祖师殿看看。逍遥，告诉我吧，这1000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曾经与剑宗、术宗、丹宗并列的御兽宗，为何会沦落到被区区一个天剑宗外门欺上山门的地步？师兄，1000年前魔族战场那一役，您在时空乱流中失踪，宗门内的精锐长老和核心弟子为了在裂缝边缘寻找您的下落，遭遇了魔族主力的疯狂伏击，几乎死伤殆尽。恩师为了掩护我们这些剩下的种子撤退，在战场前方也当场陨落了。师尊，巅峰战力一夜之间彻底断层，立宗的万兽同心器核心功法随您一同失传。从那以后，我们御兽宗在别的宗门眼里就变成了一块失去了猛兽守护的肥肉。一开始，周边的势力只敢暗中试探，可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发现我们真的再也调动不出高阶战宠，便开始明目张胆地联合起来，蚕食、抢夺我们的领地。天剑宗强行夺走了我们的18座核心灵山，美其名曰剑修需要名山大山来温养剑意。丹鼎门在100年前硬生生霸占了我们的3处灵药园，嘲讽我们连一整能守药的高阶灵兽都拿不出，留着稀世灵药也是暴殄天物。最狠毒的是玄术宗，他们直接以切磋阵法为借口，强行用秘宝毁掉了我们万兽护山大阵的主阵眼，彻底卡紧了我们宗门的咽喉。好一群落井下石、利益熏心的豺狼捕豹。那么万兽阁呢？我若没有记错，1000年前万兽阁不过是我们御兽宗在世俗设立的一个最不起眼的外门分支。现在整个玄灵大陆骂我们御兽宗最狠，踩我们踩得最用力的强盗就是这个万兽阁。当年他们趁着宗门精锐尽丧，立刻勾结外人，公然宣布脱离御兽宗，自立门户。这帮畜生彻底篡改了御兽之道相生相伴的初衷，发明了一种极其残忍、灭绝人性的奴役血气。他们不再把灵兽当作可以同生共死的伙伴，而是当作随手变卖的商品，一次性的杀戮兵器，甚至是用来抽取精血、强行炼制血丹的原材料。万兽阁如今居然被全大陆奉为新御兽之道的圣地，而我们这种讲究与灵兽交心、培养情感的传统御兽宗门，反而被他们整天嘲笑为过时的废物与无能的懦夫。祖师，因为那种奴役血气根本不需要花时间与灵兽培养情感，见效极快，能让修士在极短时间内暴涨战力。抽血验丹，把兽族当商品，好一个万兽阁！抽血验丹，把高贵的兽族当成畜生商品，气死本座了！人族果然没一个好东西。都给我安静点，稍安勿躁。你们放心，既然我回来了，曾经属于御兽宗的东西，那些吃进去的豺狼，我不仅要他们全部老老实实的吐出来，还要他们连本带利的拿命还回。清河，弟子在。从现在开始，你去将宗门内目前还剩下的一切家底全部统计清楚，灵石丹药、法器、御兽袋、弟子修为情况，1个时辰内全部列成清单报告。我们御兽宗现在其实已经什么都没有了，现存的法器和高阶御兽袋
这1000年来，为了换取弟子们最基础的修炼资源和口粮，早就已经变卖的差不多了。至于疗伤和修炼的丹药，药房的库里现在连最基础的1品辟谷丹都凑不穷10瓶。最致命的是灵石，宗门的灵石库房早就空了，已经整整3个月没有发过大家半块下品灵石。逍遥，我记得后山山谷里不是盘踞一条极品灵矿吗？刚才天剑宗要抢夺的不就是那条灵矿的地阵图？这条后山的灵矿，其实在10年前就已经彻底枯竭了。彻底枯竭了？1000年来，为了维持宗门运转，历代宗主都在不计后果的透支开采。大约在10年前，灵矿最核心的灵髓终于彻底干涸，如今那山谷下面只剩下一片毫无灵气的废墟死坑。天剑宗今日要强行夺取它，根本不是为了灵石，而是看中了那片山谷的广阔地势，想要强行将其推平，改建为他们外门弟子斗剑娱乐的斗剑场。他们这是想用这种方式彻底断绝我们玉兽宗最后的一丝风水根基和脸面啊！他们简直欺人太甚！干涸了，枯竭了。谁告诉你们，灵脉会真正枯竭的？本座乃是天地执掌东方青木本源与无尽生机之源的东方青龙，只要本座愿意耗费一滴本源龙血的生机施展点化之术，哪怕一整座山谷都是毫无灵气的顽石，本座也能在瞬间让它重新吐纳天地灵气，化为福地。很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立刻召集外面所有正在待命的玉兽宗弟子，让每一个人都带上你们目前在宗门里能找到的容量最大的箩筐、麻袋和储物收纳袋，随我前往后山灵矿。师兄，那灵矿真的已经是废坑死矿了，连半块灵渣都挖不出来。我们带上箩筐和麻袋去那里干什么？去干什么？当然是带你们去装灵石。混账废物！本宗主拨给了你200名精锐内门剑修，还赐下了地阶法宝，你居然被一个来历不明的毛头小子给废掉了2条腿，甚至连大阵都还没起，就被人一爪子隔空捏碎了本命剑阵。父亲，那小子绝对有古怪啊！他肩膀上趴着的那只看起来像家猫一样的白猫，一睁眼就凝聚出了一尊上千丈庞大的远古白虎法相。儿子甚至连反应都来不及做出，光是那法相散发出的一丝圣道威压，就将我们所有人的本命龟剑生生震碎成了粉末。在这玄灵大陆之上，能够凭借灵宠仅仅散发出威压就能凝聚圣兽法相的御兽大能，其实力修为至少也是元婴期大圆满，甚至有可能是化神期的不世出隐修。可御兽宗这1000年来传承凋零，连一个金丹期的修士都没能培养出来，怎么可能凭空冒出这种级别的老怪物？哼，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莫非是1000年前那场魔族战场上，御兽宗有某个侥幸活了下来的老不死的老祖，一直动用秘术自我封在主峰地下不出，如今看到宗门要面灭顶之灾，那个终于耗尽最后的寿元强行破封现身了。就算是1000年前侥幸活下来的老怪物，那又如何？如今的御兽宗整个底蕴早就已经被我们3宗联手彻底掏空蚕食干净了，他们现在没钱没药，连一条能提供最基础修炼的灵脉都没有。就算那小子真的是个元婴期老祖，面对一整个宗门的破烂摊子和几十个废物弟子，他也绝对护不住。没有资源，他迟早会因为油尽灯枯而死。立刻动用天剑宗最高规格的传讯玉符，向万寿阁的阁主传讯，就说万寿山脉这边出了变故，曾经的祖庭玉兽3似乎有死灰复燃的实质迹象，让他们万寿阁自己看着办。那小子刚才不是在广场上大放厥词，说3日之后要亲自登门我天剑宗的主峰要债讲道理吗？传令下去，通知玄术宗和丹鼎门的所有高阶战力，3日之内全部秘密齐聚我天剑宗凌霄宝殿。本宗主倒要亲眼看看，3日之后他一个人拿什么来抵挡我们3宗的所有底蕴联手。只要他敢踏进我天剑宗一步，这里就是他这个1000年前老怪物的彻底葬身之地。祖师让我们带箩筐去废矿干什么？不知道，但祖师说有灵石，那就一定有。出发，随我去后山装灵石。
玉兽宗祖庭有变，速派人手。祖师，这里就是宗门最后一条灵矿了。10年前，老宗主亲自带人开采出最后一块下品灵石后，这里的灵髓就彻底断流了。天剑宗的人勘探过，说这里的地脉已经被连根破坏。天剑宗那群只知道玩剑的莽夫，懂什么是真正的地脉之道？天地万物皆有灵性，灵脉的枯竭不是因为他死了，而是他为了自保收敛了所有本源，陷入了深度的沉睡。只要有足够高洁的生机本源作为药引子，哪怕这是一块冥顽不灵的死石，我也能让它重新点化出玉髓。清理，看你的了。一条下界的小泥鳅脉罢了，也值得大惊小怪。万物同春，生机复苏。灵气，好浓郁的灵气，好浓郁的灵气，好精纯的灵气呀！真的让死光复苏了！天哪，我从来没见过活着长出来的上品灵石！青龙不愧是圣兽大陆执掌生机本源的绝对存在。都还愣在上面干什么？等天上掉馅饼吗？拿上你们的破竹筐，滚下来把这些灵石给老子挖下来！今天谁要是挖不到装满，谁也不许回去吃饭。祖师，装满了。弟子大概清点了一下，光这2一共是300块中品灵石，还有1000多块下品灵石。干得不错，你拿这50块中品灵石，立刻分发给刚才在祖师殿外被剑气震伤的弟子，让他们不要吝啬，马上捏碎吸收，打作疗伤。剩下的全部送往宗武堂入库封存。是。逍遥，现在有了这批源源不断的灵石兜底，你能把咱们的护山大阵重新运转起来吗？师兄放心，玄术宗那帮杂碎虽然毁了我们表面的主阵眼，但他们根本不知道阵法最核心的枢纽就埋在我们祖师殿的最下方。只要有充足的灵石作为阵基支撑，我今晚就能彻底重启万寿锁天阵的终极防御屏障。就算叶破天那个老匹夫亲自带人打过来，我也能让他崩碎几颗牙，死死挡住他3天3夜。这件事你立刻去办。大阵重启后，全面开启迷雾，暂时封闭山门，在没有完全消化掉这批资源转化为战斗力之前，严令弟子们不得外出半步。天剑宗少宗主被废了双腿，叶破天那个护短的老鬼绝对不会善罢甘休。3日之后，必有一场极其惨烈的血战，我必须争分夺秒。怎么了，小黄？我在那片山林的最深处听到了同类的声音，不过他们的状态似乎非常糟糕。我的祥瑞感知里充满了极度浓密的恐惧、愤怒以及
濒死前的绝望。万寿山脉极深处，那里曾经确实是高阶灵兽的栖息地，但千年前那一战后，高阶灵兽战死殆尽，低阶灵兽四散奔逃。按理说，那里现在是一片死地。你能感知到具体是什么情况吗？是谁在追杀他们？我不知道具体画面，但我能真切地感觉到他们在疯狂地求救。身为这片天地的万灵之主，我无法对这种源自血脉深处的绝望呼唤视而不见，而且，他们似乎正在不顾一切地朝着我们这里的方向疯狂靠近。这动静是兽潮！结阵，所有弟子退后，护住灵矿。别慌，祖师，至少有上万头妖兽在附近。他们不是来攻击我们的，他们是在逃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干的？谁把那么多灵兽痛苦变成了这副样子？师尊，您看到了吗？万兽归来，我们玉兽宗真正的风骨回来了！哟，好感人的一幕啊！我还纳闷儿，这群畜兽发啥疯了，居然能集体冲破禁制，原来是跑这儿来认主了。万兽阁南域分会主告杀！陆逍遥，你这老不死的挺命硬啊！不管你们刚才用什么妖法弄断了我的锁妖环，这些畜生全都是我万兽阁耗费重资抓来，准备抽血炼丹、剥皮抽筋的材料。老东西，带着你的人滚开，别在本座抓捕宗门私产，否则我拆了你们这破土去变！你刚才说他们是你的材料，你是个什么东西？玉兽宗什么时候轮到一个毛头小子插嘴了？我叫沈耀，在这万寿山脉，在这玉兽宗的山门前，没有物资，没有私产，只要我在这儿，我就说他们是自由的。天王老子来了，也带不走半根兽毛，谁敢动他们一下，我就让他全宗陪葬。全宗陪葬？哈哈哈哈哈哈！就靠你，一个连灵力变动都没有，靠着坑蒙拐骗进玉兽宗的骗子，大言不惭！动手！把领头那几只三阶妖兽给我套上锁妖环，至于那个大放厥词的小子，当场格杀！
不用你出手，我玉兽宗的规矩，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守卫。撕碎他们！不，这不可能！兽域共鸣，这绝对是失传已久的兽域共鸣阵法。他到底是谁？没有种下血气，怎么可能让上万头互不同属的妖兽同时听令？羽兽宗，你们给我等着！居然敢包庇我万兽阁的桃兽，毁掉我战州，阁主绝不会放过你们！阁主，带上我们！逍遥，在。师兄有何吩咐？宗门后山的灵兽园还在吧？在。虽然荒废了1000年，阵法残破，但场地和圈佛都在。开园！把这灵兽全部安置在洼地入口，他们身上有伤，需要静养。去刚才新开采的灵矿里拿出足够的灵石，碾碎化入水中喂给他们。师兄，这可是1万多头啊！我们宗门现在的粮食，他们不需要你们当祖宗一样供着。我玉兽宗从来都是他们的家，而不是牢笼。不怕了，都过去了。诸弟子听令，今夜休整1晚，明日清晨归属于祖师殿广场集合。1000年前的断层，从今日起由我接续。我重开御兽课，还你们真正的万兽同心气。都坐好。在传授你们万兽同心气之前，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在你们面前，御兽是什么？回祖师，弟子在宗门残卷上学过，御兽就是以强大的神识和灵力降服妖兽，在他们的兽魂上烙下精神印记，让他们听从我们的命令，为我们战斗。难怪御兽宗并没有落到这般田地，连最根本的道都走偏了，又怎么可能留得住真正的灵兽？你们说的不叫御兽，那叫驯兽，叫
无益。妖兽生于天地之间，吸纳日月精华，他们有自己的灵智，有禁锢，有自己的骄傲。你们用不胜他们，要我是去把他们当做地门挡刀的盾牌，当做你们杀人的利剑。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了一个比你更强的霸道的人，就会立刻变成别人手中反噬你的屠刀。这就是你们想要的玉手之道。哼，算你小子说了句人话。本座最讨厌的就是那些满嘴主仆规矩的蝼蚁。若非你是与平等的同心气，本座早一巴掌就把你劈成肉泥了。就是，我们圣兽也是有实力的。我玉兽宗真正的立宗之本，从来不是控制，而是共生。我们与灵兽缔结契约，不是为了收服一个奴隶，而是为了寻找一个可以性命彼此托付的道侣，是战友，是家人。同心气是讲究同心同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才是万兽同心。抛弃你们以前学的所有残缺功法，现在闭上眼，不要用神识去压迫，要用你们的心去感受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恐惧。清河，你在想什么？祖师，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很害怕，他一直在拒绝我的神识。他觉得我也像那些万寿阁的人一样，给他套上了锁妖环。既然他阻止了神识的入侵，那你为什么要用神识试探他？用心？我说了，用你的心。小白兔，别怕，我知道你很痛，我也被人欺负。我曾经以为自己快要死了，那种滋味真的很难受。我不会强迫你替我打架，我也不会让你去当诱饵，我只是想保护你，想和你一起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好好的活下去。成了，第一个领悟万兽同心气的竟然是清河。这怎么可能？一阶的白灵兔突破血脉战过了，这就连跨3层突破了，连丹药都不用吃。看到了吗？没有废物的灵兽，只有不交心的御兽师。只要你们能做到万兽同心，哪怕是一只普通的兔子，也能踏碎这诸天星辰。多谢祖师传道，弟子顿悟了。师兄，是丹鼎门的外门长老，人称丹鼎老人。这1000年来，他们不但抢了我们3处核心药源，还用劣质丹药来坑骗我们，换取灵兽材料。极品变异异种，若抽干他们的精血炼丹，老朽的5品丹药必成。小子，老朽最近开炉炼丹，正好缺几味药引。你身边这只猫、这只鸟，还有那条蛇和那匹马，老朽看上了。这是3瓶3品聚气丹，用它们换你这几只畜生，足够你们御兽宗苟延残喘了。把它们装进灵兽袋，替老朽送来吧。
这老东西说什么拿本座当要账面，还要拿本座的精血炼丹？沈妖，你别拦我，我一定把这老不死的烧成灰烬！用几颗炼化了毒草的废丹，就想买走我的灵宠吗？老东西，你是不是魂腻了？敬酒不吃吃罚酒的狗东西！既然你不识抬举，那老朽就自己拿了。何况你的灵宠归我，今天这祖师殿里的人全都死了。保护祖师！什么？老东西，刚才你要拿谁炼丹来着？饶命！我错了，丹顶门错了。杀了你，先脏了这个广场的青石板。留你一口气，爬回你们丹顶门。回去告诉你们门主，天黑前把从我玉兽宗抢走的3处核心药田地契，以及1000年来搜刮的所有灵药，一资不少的送回万寿山脉。如果天黑前我看不到东西，我就带人去丹顶门，把你们的炼丹塔连同里面的人一把火全烧成灰。什么狗屁天下第一宗！哈哈哈哈哈！灵脉枯竭，传承断绝，就凭你们这群连只狗都召唤不出来的废物，也配占据这万寿山脉？老骨头，我数10个数，交出护山大阵的阵眼，全宗跪下给我磕头认错，顺便舔干净我鞋上的泥，否则今天玉兽宗鸡犬不留！叶破天，你死定了！我师兄回来了。师兄，就他？哈哈哈哈！一个浑身没有半点灵力的叫花子，带着一只快病死的小猫。陆逍遥，你真是老糊涂了，指望这种极品废物救你们？小子，老子今天就先拿你这只病猫祭剑！小白，他骂你是病猫。鸟的，本座忍你很久啦！刚才你说要让谁舔血？
前辈饶命！是丹顶门和玄术宗的主力，他们三宗联手了。叶破天，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带着几百精锐对付一个日薄西山的御兽宗，居然被一个毫无修为的毛头小子和一只猫吓得跪在地上。你天剑宗的脸面都让你丢尽了！别过来，快跑！你们这两个蠢货，快跑！那只猫，它根本不是猫，那是神明，是远古杀神啊！一只会幻术的摸猫就把你吓破了胆，真是个废物。既然你拿不下这块肥肉，那今天这万寿山脉的地下灵脉，我玄术宗和丹顶门就笑纳了。小子，不管你用了什么障眼法震慑了叶破天，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花招是没用的。那是我们御兽宗的主阵眼，玄冥。你当年借切磋之名暗算我，强行夺走此物，如今竟还敢拿出来显摆！陆老头，你真以为我只是夺走它那么简单？我早就在这阵眼里刻下了暴灵杀阵，只要我捏碎它，引爆地下灵脉，你们御兽宗连人带山，统统都要化为灰烬！毁了你们，全都给我毁灭吧！完了。小黑，别睡了，人家都骑到我们头顶上埋炸药了，你这玄武道祖还不打算活动活动筋骨？这不可能！你这玩火的手法太低劣了，还沾染了不该沾染的脏东西。既然你这么喜欢爆炸，那就还给你。不，我的宗门！妖术，这绝对是妖术！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大家别慌，这种逆天的法宝绝对不可能连续使用，他现在一定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我们有数千精锐，用人海战术堆也堆死他们！全军听令，给我杀！踏平御兽宗！众弟子听令，结阵，死战护宗！
1000年前，我玉兽宗立足天下，靠的不是祖师的庇护，而是与灵兽并肩作战的血性。清河，还记得我教给你们的万兽同心器吗？弟子记得，同心即是并肩。去吧，让这群只知道把灵兽当奴隶的废物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御兽之道。御兽宗真是没人了，竟然让一个小丫头抱着只残废白兔上阵，给我死！小白，我们上！同心器，残影绞杀器。人狼火风阵，巨熊旱地击。沈宗主，沈宗师，我们认输了，求您高抬贵手，放我们一条生路，我们再也不敢打御兽宗的主意了。成王败寇，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杀你们太便宜了。从今天起，南域的规矩由我御兽宗来定。第一，3日之内，三宗麾下所有的极品灵脉、核心药源全部划归御兽宗名下，由我派人接管。第二，每年上交宗门利润的80%，作为你们冒犯山门的赔偿。少一块灵石，我亲自去你们祖坟上讲道理。80%？那我们岂不是要沦为御兽宗的附庸？这比杀了我们还难受啊！嫌多，那就交10%，或者现在就死。我们交。祖师，宗主，出事了！清河，何事慌张？三宗不是已经退兵，也答应交出资源了吗？三宗表面退兵，暗中却勾结了四海商会。就在刚刚，他们切断了周边所有灵草和低阶丹药供应。什么？后山1万多头受伤灵兽，全靠这些药材续命，他们这是釜底抽薪。灵矿复苏让我们有了灵石，可有钱买不到药。四海商会垄断南域80%灵药市场，谁敢卖给我们一株草，就是与他们为敌。打不过就玩封锁，这三宗的手段还真是1000年来都没长进。四海商会特使金满长到。陆老宗主别来无恙啊！听说贵宗收留了不少伤残灵兽，这每日药材消耗是个天文数字吧？你今天来就是为了看笑话的？这位小兄弟，话别说的这么难听，在商言商，我是来雪中送炭的。只要御兽宗愿意把复苏的后山灵矿以1成价格长期抵押给四海商会，你们需要的灵草明天就能送上山。1成价格？后山灵矿是全宗命脉，这叫雪中送炭，这叫趁火打劫。老头子，别不知好歹，没有商会灵草，后山那1万头受伤灵兽撑不过3天，伤口溃烂而死，可怪不了商会。你们敢强抢，就是破坏整个南域商道，到时可不只是三宗围攻你们。拿几株破草，
就想卡我玉兽宗的脖子。几株破草，好大的口气！现在南域除了四海商会，你翻遍万寿山脉也找不出一株能用的疗伤灵草。是吗？金特使，不如陪我去后山走一趟，看看这万寿山脉到底长不长得出灵草。沈宗主，你带我来看这片石头地，是打算用泥巴给灵兽敷伤口吗？别死撑了，签了契约对大家都好。青离，他说我们这里是废地。无知的凡人，只要本座愿意，这世间处处便是仙境。100年份回春藤，1000年份血玉枝，10000年份紫药仙草。神迹，这怎么可能？1000年药灵，不，这灵气纯度至少是10000年级别，随便拔一株都抵得上商会1年的总利润。金持使，你刚才说你们商会的草药很值钱。祖师，有了这些灵药，我们能救治所有灵兽，还能炼制出最顶级的丹药。回去告诉那3个不老实的宗主，他们的封锁像个笑话。另外，传我宗主令，从今日起，玉兽宗向全南域开放高阶灵药兑换。我要让丹鼎门和四海商后手里的低阶药材全部变成一文不值的废草。完了，全完了！降维打击，这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这是万寿阁的镇兽所，他们怎么敢在这个时候来挑衅？紫炎狂狮的血脉气息，这是我1000年前本命灵宠的后代。万寿阁这些年以奴役血气闻名，手段极其残忍。他们送这些东西来，摆明了是在向我们宣战。好一个万寿阁，敢动我的伙伴！逍遥，敲响宗门召集钟。今天，我要让万寿阁从这南域的版图上彻底抹除。我还以为重振玉兽宗的是什么3头6臂的神仙，原来是个黄毛小子。收到了我送的礼物，迫不及待来送死了。那几片紫色的鳞片是从哪里来的？你说那头硬骨头的紫炎狂狮，那可是极品变异血脉，可惜脾气太倔，宁死不肯签奴役血气。我只好抽了他的血，拔了他的鳞，把他扔进血池里做养料了。怎么，那是你老相好留下的孽种，心疼了？赵无极，你背叛玉兽宗在先，残害生灵在后，今日我们必将你这魔窟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就凭你们这几十个废物！既然你们非要找死，那本国主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御兽大军？万兽血阵，开始！天哪，这么多妖兽，他们的眼睛全被血气控制了心智。看到了吗？这才是力量！我万兽阁10万大军，哪怕一兽一口气，也能把你们淹没！给我撕碎他们，一个不留！青离，他说要用数量淹死我们。那是什么？真龙法相！这世上怎么可能还有真龙？火！不可能！我的万兽血阵！怎么回事？阵法为什么失效了？给我上！杀了他们！反了！万兽阁的护宗大军彻底倒戈了！赵无极，你以为用恶毒法术奴役他们，他们就会成为你的力量？你根本不懂什么是万物有灵。去吧，把你们受过的苦1000百倍的还给他们！神药，这是你逼我的！就算同归于尽，我也要拉着你们一起下地狱！伟大圣使赐予我的力量啊，苏醒吧！你竟敢把他的血脉练成这种东西！这就是圣法的力量，在这股力量面前，你们都得死！赤渊，把它烧成虚无！死吧！在圣使赐予的无敌魔威面前，统统化为肉泥吧！世间邪魔，皆当诛灭！不，这是什么火？
圣法是无敌的。大人救我！你口中的圣法，不过是魔族蛊惑人心的邪术。万寿阁今日除名。小子，对不起，我来晚了，以后再也没有人能伤害你。逍遥，传令下去。传令下去，弟子领命。就在这万寿阁的废墟之上，重新立起我玉寿宗万寿归心的大旗。我要让整个南域知道，真正的玉寿之道回来了。3天后，万寿阁覆灭的消息震撼了整个南域。神祖师，万寿阁一战，您让10万妖兽临阵倒戈，彻底打醒了我们。我们过去盲目追求奴役血气，把灵兽当成工具，结果不仅遭到反噬，还险些走入魔道。我们错了。今日我烈火门当众销毁所有奴役契约，还灵兽自由。恳请神祖师开恩，收留我们，传授真正的万寿同心器。大道至简，万物有灵。只要你们真心把灵兽当作并肩作战的战友，我玉寿宗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拜见道统圣地，愿尊玉寿宗为南域之首。这一刻，玉寿宗重登巅峰的不只是武力，还有南域的道统与人心。区区南域蛮夷也敢自封道统圣地，真是井底之蛙，惹人发笑。撕裂虚空，横渡界域，这是上界中州圣地的人。你就是那个灭了万寿阁的沈耀。听说你手下有几只极品变异灵宠，能降下神水，还能口吐神虎，倒是稀罕。把你肩膀上那只猫、头顶那只鸟，还有那匹马，都给我交出来。交出他们，本圣石可以破例赏赐你一个去中州圣地当杂役的资格，如何？中州圣地的人出门都不带脑子的吗？想要我的伙伴，你算个什么东西？放肆！竟敢对圣使不敬，当诛！住手！好一个狂妄的蛮夷！你以为统一了这贫瘠的南域，就能挑衅中州的威严了？你们这所谓人兽平等的同心器，在中州看来就是自甘堕落、与畜生为伍的邪道异宗。1个月后，中州将举办3年1度的万宗大会。沈耀，你既然自称正，可敢带着你这些废物弟子来万宗大会上走一遭？若玉寿宗败了，我不仅要带走你的灵宠，
还要当着天下人的面褫夺你们玉兽宗的宗门头衔，将你们彻底打为邪教异端。祖师，使不得！中州天骄辈出，资源远非我们南域可比。回去洗干净脖子等着。1个月后，我会带着我的弟子亲自踏上中州。到那时候，我会让你们这群自诩高贵的井底之蛙看清楚，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御兽正统。不知死活，本圣使就在中州，等着看你们怎么像狗一样趴下。众弟子听令，闭关1月，1月之后随我出征中州，剑指天下第一。谨遵祖师令。 1月后，中州圣地万宗大会。快看，那就是南域来的乡巴佬，穿得破破烂烂的，是来讨饭的吗？你们看他抱的是什么？一只1阶白灵兔，这玩意儿在我们中州对上饭桌当菜都不配，他们居然拿来当本命灵宠。沈耀，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了，怎么就带了这几十个歪瓜累角，也妄想在我们中州的地盘上翻起浪花？对付你们这群花架子，他们足够了。快点开始吧，打完收工，我还要赶回南域吃晚饭。狂妄至极！大会第一站，中州万寿阁总宗对阵南域御兽宗。小丫头，现在滚下去还来得及。我的赤焰虎一旦发狂，会把你那只小兔子一口吞掉。中州御兽主人躲在后方，灵兽则被逼成肉盾和敢死队。你们根本不配成为御兽之。小白，同心共振！融合技。这怎么可能？你的灵兽怎么不按套路攻击？承让。我眼花了吗？刚才那一击，他和灵兽的灵力波形居然完全重合了。这竟是100%融合，没有强行驱使的痕迹，没有精神压制，人与兽的灵力融合度竟然达到了100%。
一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邪门禁术！来人，给我查！自己做不到，就觉得别人是禁术。你们把灵兽当成挡箭牌，当成奴隶，奴隶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与你们力量共享？同心气从来不是驾驭，而是并肩。当你们愿意把后背交给他们的时候，你们才会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御兽。巨熊撼地击！不能再让他们赢下去了。下一场对阵沈耀的亲传弟子，把那件东西拿出来，不管用什么手段，让他们在擂台上彻底倒下。是，圣使大人。有东西想坏规矩。看来他们急了。废物！整个中州的天才，居然被一个南域门派按在地上打。圣使大人，神妖传下的法门太过异常，让他继续成事，后患无穷。弟子能赢，靠的是他。只要他倒下，这群人自然会乱。神妖，别怪我。结束了。什么？空间法则！不啊！圣使大人，都市已侵入风脉，必须立刻截断。风脉解毒，保命为先。你敢暗算本圣使？暗算？这么多双眼睛看着，我连根手指头都没动。怎么，中州圣使玩不起暗器，不小心把自己反噬了，也要赖到我这南域蛮夷头上？他先出的手，神妖，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本届万宗大会魁首，南域御兽宗。好啊！小白，赤渊，小白，赤鹃，撑住！祖师，圣兽大人们怎么了？是本源伤势压制不住了，他们这些日子强行释放圣兽威压，体内原本破裂的圣骨与心火再次崩损，临时契约，找不到天地灵物修补本源，他们撑不过10天。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我绝不会让你们死。经理，中州地界，去哪儿找沙发谷涅槃羽？普通灵物无用，这片大陆灵气稀薄，普通灵物根本治不了我们的圣魂之伤。唯一有可能孕育这种级别极品圣物的，只有一个地方。祖师，你难道说的是？是哪里？说。藏神渊是中州最深处的禁地，藏神渊，那是玄灵大陆的绝对死地。那里常年空间乱流肆虐，连化神期的圣主进去都是有去无回。祖师，您现在去那里，等同于送死啊！化神期去不得，不代表我沈耀去不得。他们为了护我玉兽宗，不惜反噬自身。如今他们命悬一线，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我也必闯一遭。逍遥，你立刻带着清河和所有弟子退回南域万寿山脉，封山大阵全开，我带他们去藏神渊寻药。我不回来，任何人不得出山。我弟子遵命。那小子进去了。顾星辰虽然是个废物，但他传回来的情报很准。那几只异兽确实陷入了极度的虚弱期，能降下10万年良药，能一爪破碎阵斩。这种级别的异种，若能被我们炼化，便能打破化神禁锢，飞升上界。在外面动手，怕引来天谴；但在藏神渊这种无法无天之地，杀一个南域蛮夷，神不知鬼不觉，立刻启动天罗地网大阵，埋伏在藏神渊深处。前有绝地，后有追兵，真正的生死考验才刚刚开始。沈耀，停下！前面的空间乱流太密集了，以你现在的肉身强度，硬闯过去会被空间风暴撕碎。停下！他们的心跳都快没了，你让我怎么停下？1000年前是他们陪我浴血奋战，1000年后他们为了护我宗门反噬濒死，今天就算把这条命填进去，我也要把他们救回来。找到了，小白，赤源，你们有救了！有埋伏。哈哈哈哈哈！沈耀，本座等你很久了。沈耀，束手吧。南域的蝼蚁
真以为这天下没人治得了你了吗？交出你怀里的极品异种灵兽，本圣主或许还能留你一个全尸。化神期圣主为了抢几只灵兽，居然联合起来在禁地设伏。中州的脸皮比我想象的还要厚。成王败寇，在望神渊这种死地杀了你，谁会知道是我们干的？别废话了，一起出手，将他震灭！圣主甲失控了，空间坍塌，不好，封印碎了，快退！玄冥，晴天！绝对震剑之力，开！不是寻常高阶灵兽，这是四小灵象中的西方白虎。你们刚才想杀谁？不可能！四象神兽早就绝迹1000年了，这绝对是幻象！结阵！两位道友，与我一起结阵诛杀此头！小白，不用留手。几只蝼蚁也敢对本座拔剑？疯了！南域蛮夷真的契约了圣兽，逃！快派回中州，请老祖出山！想走？问过本座的爪子了吗？赤月，轮到你了。
神妖，不对劲！刚才那3个愚蠢圣主的攻击，彻底打碎了祭坛底部的远古封印，有东西要出来了。这股气息是魔气，玄树宗主自爆时眉心的魔气，万寿阁血气的邪恶源头，还有1000年前魔族战场上的味道。原来如此，1000年前的魔族根本没有被彻底消灭，他们早已化整为零，像毒瘤一样潜伏在人族各大宗门里，暗中布局。他们用邪术让万寿阁叛变，用阵法瓦解御兽宗。他们做这一切，就是为了削弱南域的力量。他们想打开的不只是封印，他们做这一切，就是为了重新打开这个被封印的魔界通道。1000年了，本王终于再次感受到了人界的气息。神药，1000年前你毁我魔族大军，今日本王便用你最在乎的宗门来祭奠我族重返人列的大典。你敢动御兽宗一根毫毛，我必将你魔界余孽尽数震灭。完了，这葬神渊不过是个副阵眼，真正的空间裂缝已经开在你们南域万兽山脉的上空了。你就留在这深渊里，眼睁睁看着你的徒子徒孙沦为我族重返人列的魔祭。瑞灵，葬神渊距离南域1000万里，非洲已经来不及了，撕裂虚空，能不能做到？魔族余孽，你们找死！大阵快撑不住了，准备迎敌。祖师临走前交代过，人在阵在。1000年前我们的先辈能把魔族赶回去，今天我们一样能踏平万兽山脉，毁掉狱宗防线。御兽宗弟子，顶住！结同心阵！就凭你们这几十个连元婴期都没到的修士，也妄想挡住我魔族大军的脚步，简直是螳臂当车！清河，小心！宗主，宗主，您撑住！别哭，御兽宗的弟子受伤不失志，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他们踏入宗门半步，跟他们拼了！祖师，对不起，我们
们没能守住宗门。什么东西？这气息，这是千年前祖师最强的本命灵宠吞天蟒大尊，他没死，他回来了！一条快死的残蟒也敢坏本将的好事，给我围住他，碾碎他最后的护体灵犀！谁敢动他？祖师，您终于回来了！这伤，位置和形状，千年前魔王偷袭我的那一刃，我以为你躲开了。原来你根本没躲，你替我扛了那一刃，带着这道锋痕，在无光裂腹里找了我整整1000年。苦够了吗？苦够了，就和这条残蟒一起去死！你们全都得死，一个也留不下。清流、小白、赤渊、玄冥，不必伪装了。自打生兽，这不可能！撤！快撤！杀！撤！快撤！我说过，今天你们一个也留不下。小白，拦住他！一群废物，连几个强弩之末的灵兽都解决不掉，还要本王亲自出手？
沈妖，1000年了，你还是只会躲在这些灵兽背后。这头替你挡了本王一刀的蠢蛇，竟然苟延残喘到了今天。正好，今日送你们主仆一起上路。1000年前，我能斩你分身，今天我就能灭你本尊。魔渊灭世斩！不许去！你已经替我挡了1000年，这一次换我来护你。青离，同心气的真谛，从来不是一个人去战斗。祖师在上，弟子沈耀，敢问玉兽宗守是不守？玉兽宗弟子何在？弟子在，弟子在，弟子在。北星宗全宗3000弟子前来驰援沈祖师。烈火门2000精锐，愿与玉兽宗并肩死守。是。一群不知死活的蝼蚁，来的再多，也只会成为魔渊的养分。我沈耀以本命为契，所有人放弃一切防御法术，敞开心扉，与身边的灵兽，与身边的战友神魂相连。新祖师，解气！同心气最终奥义，网状共振，阵眼归位。这是什么阵法？因为本王感觉到了一股威胁。这叫同心阵，是我们人族与灵兽之间名为羁绊的力量。行。
给本王挡住！怎么可能？这明明只是一群蝼蚁的灵力，为何能伤及本王的魔元本源？你眼里只有高低贵贱，自然看不懂同心并肩的力量。即使毁了本王这具跨界魔躯，魔界的大门已经开启，只要魔界意志不灭，你们终将成为黑暗的附庸。你们斩断的不过是一具躯壳，本源永存。沈耀，你以为这就赢了吗？只要这方天地的裂缝不补上，魔界的潮汐便永不会停歇。既然如此，那我就彻底关上这扇门。不，本王不甘心啊！陆神言，祖师，此战虽胜，御兽宗底蕴毕竟尚薄，飞行宗、烈火门与各宗元首该如何安置？开库，取出一批温养药，由各宗带回去，优先照顾伤员与伤寿。再传我法旨，御兽宗愿向天下所有宗门公开传授万兽同心器入门篇。祖师，这可是我宗门的无上心法，若是外传，入门篇不受控兽之术，只受并肩共担与守护。世上每多一个懂得与灵兽并肩的人，魔族的阴谋就少一寸根基。我们要的不是垄断传承，而是重塑天下修行的秩序。弟子明白。御兽宗今日所立，不只是一宗之法，更是难与众生共守之道。得感之法，入宗先习尊重，不分门第。先别靠近，看他的耳位、尾尖和呼吸。他不是凶，他只是害怕。信任是这世间最珍贵的契约。修行之路漫漫修远，我们契约的不只是灵兽，更是跨越种族的信任与羁绊。多谢。沈耀，魔界只是沧海一粟，刚才那道冥想是上界那些老家伙们注意到我们了。来了，不只是魔界，上界那些自诩神明的家伙也察觉到了这里的灵气变动。打倒魔王只是第一步，天道之下的博弈才刚刚拉开序幕。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们想把玉兽宗当作套板，先看看能不能踏过我这道坎儿。吾乃太初圣地使者，慕容云海。听闻南域出现能逆转法则、契约圣兽之人，特来一探究竟。上界使者，请用茶。这里是玉兽宗，不是什么龙潭虎穴。阁下有事直说，若想以势压人，请回。下界灵气贫乏，圣兽留在这里，只会枯竭而亡。随我回上界，我可向圣主举荐，保你们一世荣华。上界荣华，与我何干？我有我的道。沈宗主，你以为我是在与你商量吗？上界的意志不容置疑。小白，告诉这位贵客，玉兽宗的门怎么进，怎么出。这是真正的圣道法则。上界若是来做客，我玉兽宗欢迎；若是想强取豪夺，请回吧。慕容兄，此人不仅残害我中州修士，更私藏上界圣兽，此许大逆不道。南域道统不过如此。刚才说你们有道，我今日便让你看看，在真正的圣地秩序面前，你们这南域野路子有多可笑。慕容兄，这种蛮夷根本没资格与我们对谈。沈耀，既然我便代表上界，清除你们这些所谓的不祥之源。祖师是为了守护我们，才得罪他们。所有弟子听令，结阵！走！谁说南域是蛮夷？谁说我们是异端？我玉兽宗虽在南域，但我们的志向在9天之上。
找到你了！这方天地的法则有缺，你们困不住本王。待本王重整残念，魔渊终会再度降临。瑞林，能不能追踪他的气息？他逃往了葬神渊深处的最底层，那里是连接魔界真正核心坐标的入口。既然如此，那就去葬神渊，关上这扇门，永绝后患。真是不知死活，竟敢追到这里！既然自己送上门来，就在虚空中化为尘埃吧！武圣同频，同心气，终极形态。这是什么法则？为何能压制我的魔元本源？本王不灭！你打散本王残念又如何？本王依托这片界域，仍能重聚。你并非不灭，你只是寄生在这片界域的混乱里，失去载体，你什么都不是。南域诸位，将你们最纯粹的守护之念送入同心网。不可能，这片界域怎会拒绝本王？同心不是借来的力量，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守护而站在这里。这一剑为千年前守戒而死的先辈，为这1000年来被魔渊屠残的生灵，也为今日仍愿守护家园的每一个人。本王不该灭，魔渊不该输给你们这些下界蝼蚁。你拜的不是我，是你从未懂过何谓共生。这是真正的御兽。门关上了。
祖师，山门与讲道台都已修缮妥当，南域各宗也已依贺约而来。祖师，新的宗门大旗已经立好了，从今天起，玉兽宗不只守南域，我们也愿做万界灵兽的守护者。这不是我的功劳，这是万兽同心的力量。记住，契约不是命令，是愿意同路的约定。御兽之道不在于掌控，而在于同行。这份守护将长存于每一次相互选择之中。